我认为第3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，因为呢，在今年年初，联合国的5个常任理事国已经签了协议，就是说核战争打不得，也打不赢。网友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曹卫东。由于呢俄乌的冲突啊，或者说战争这个态势啊变化很快，所以呢提的问题呢根据战况来的。所以我们这次呢是采用一种新的办法啊，就是网友给我提了哪些问题，我呢就回答他们的一些问题。有一个网友说呀，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一个命令，就是要求俄罗斯的战略部队转入特殊战备状态，这个怎么理解？是否表示俄罗斯的核弹头已经瞄准了美国？好的，因为我们说呢，这次普京总统啊发表的这个讲话呢，可以说是和拜登总统啊进行了一个隔空的对话，因为本来嘛，俄乌这个冲突或者是俄乌的这个危机呢，美俄的首脑呢是要进行一次对话的，但是由于是吧，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，这个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，那就取消了这个对话。俄乌战争爆发以后呢，俄军呢应该说迅速的就进入了乌克兰。在这样的情况下呢，拜登总统发表了一个讲话，就是说在当前的情况下，这个美国只有2种选择，当然包括美国的盟友就是北约啊。第一个选择呢，就是北约和俄罗斯进行这种迎头的对撞，就是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。那第二个路可走的呢，就是制裁俄罗斯啊，因为我们已经看到，对俄罗斯进行这种就是经济上的这种制裁，还有其他的这种制裁。那这个信息传递出来以后，大家肯定就明白如果2个核大国打这个核战争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，那谁都不愿意看到。那北约的其他的这些国家呢，恐怕也不愿意看到这个结果。所以呢，那就只有走第2条道路，就是跟着一块儿制裁俄罗斯。但是呢，普京总统马上就发表了一个新的讲话，他不是直接的回应拜登总统的讲话，而是说呢，讲了一个新的情况，就是我们刚才这位网友问的问题，让他的战略部队转入战备的状态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第一点是回应了制裁俄罗斯，因为已经开始制裁了，那他的这个制裁是希望俄罗斯停手，但普京总统的讲话里边是不停手，所以这是第一个回应。那么第2点呢，拜登总统说我们不能选择就是和俄罗斯迎头对撞，然后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。但是普京总统呢，既然让他的战略部队进入了特殊的这种状态，那就是说我也不想和美国进行迎头对撞，我也不想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，但是我不怕打第3次世界大战，我不怕迎头对撞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我们讲美苏美俄当然是现在延续下来的，还剩一个最后的安全条约，就是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。美国保持1550枚核弹头，俄罗斯也是1550枚，这个是可以平时部署的，但是就是核弹头不瞄准对方。那现在就是普京总统下令以后，那这个就意味着俄罗斯的1550枚核弹头可以瞄准一些目标了，也就是装上我们说的助援。助援呢，主要指的是方位、距离、速度因为你要打一个目标嘛，一定是360度角，总要选一个角度，这叫方位。还有一个呢就是速度，还有一个就是距离，主要是这样的。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？就意味着战争的升级，或者是说对对手的这种军事压力的施压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表明了俄罗斯的决心，这个俄乌的冲突或者是这场战争还要继续下去，这是第一点。美国的制裁对俄罗斯不起作用，这是第2点。第3点就是俄罗斯现在准备好了打常规战争，但是即使由此引发了核战争，他也不怕就是因为这个战略部队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准备。当然这个战略部队不仅仅是掌握核武器的部队，可能还包括其他的一些部队，比如说远程的战略打击，或者是
比如说一些杀伤力比较大的常规武器，这都应该算在这样的范畴之内。那我们就看到，它实际上在回应北约，就是现在如果北约继续东扩，北约要继续接纳这个乌克兰的话，那么俄罗斯做好了打的准备，而且是准备战争的升级。而我们现在再分析一下就是第3次世界大战不是能够由小的国家来引起的，那一定是大国。那显然问题的焦点就集中在了美俄的双方。那现在俄罗斯已经表态了，那美国实际上也是表态了。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第3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，因为呢，在今年年初，联合国的5个常任理事国已经签了协议，就是说核战争打不得，也打不赢。那既然不动用核武器，那现在北约也没有出兵直接和俄罗斯发生这种迎头对撞，所以它还是一个常规战争，还是一个俄乌的这种冲突。那么第3次世界大战怎么可能打起来呢？而且普京总统现在下了决心，就是即使动用核武器，那我也不怕。那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知道，如果一方动用核武器的话，那这个一交火，那是个双方同归于尽。那另一方他敢首先使用，或者是敢发动这样的大规模的战争吗？我想这个恐怕概率是非常低的。那现在这个情况呢，就是说美俄领导人的隔空对话，实际上也在左右着俄乌这个冲突或者是这场战争的交火的进程。关于这个话题呢，我们先聊到这儿，感谢大家关注本节目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